时隔4年零4个月，日本经济界高层代表团再度访华，团员数量超过200人。李强总理在北京会见日本经济界访华团时就提出，中方愿同日方深挖合作潜力，继续分享发展机遇。此外，中联部部长刘建超近日也会见日本、印度和朝鲜等国新任驻华大使，释放哪些信号？来看看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1月25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经济界访华团，日本主要企业负责人共200余人出席。李强指出，中日经济深度交融，经贸合作发挥着两国关系压舱石和推进器的重要作用，希望日本经济界为中日合作共赢发挥积极影响。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欢迎日本等各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希望日方更好地为在日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住友化学前社长、日本经团联会长石仓雅和在会谈后接受采访时表示，面对外国企业家，李强总理就致力于改善中国营商环境做出了强有力的发言。另据中国日本商会近日公布的会员企业问卷调查报告，有过半企业表示中国是他们的最重要市场。虽然提交问卷的企业比去年10月多了约300家，但2次的调查结果基本持平。我们中日两国，特别是以经济界为 主轴的这样的一种中日的友好交流是由来已久，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相互之间积蓄了非常大的这种合作的这种能量啊。值得注意的是，24号，中联部部长刘建超会见了来华履新的日本新任驻华大使金山宪治。 刘建超说，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会见岸田文雄首相，重新确认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为双方指明努力方向。中方愿同日本朝野政党及各界人士加强交流，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原则和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塑造相互客观积极认知，为促进两国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10月，日本政府任命金山宪治为驻华大使。去年12月中旬，他抵达北京履职。近日，金山宪治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将外交工作形容为驿站长跑接力赛，并表示手握接力棒要尽可能地跑得更远。 希望在任期内可以利用自身经验，促进日中之间的相互交流，让日中关系可以向前迈进。他表示，日中两国还有很多可以深化合作的领域。 无论中日之间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障碍，无论是外来的障碍，还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也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但是都挡不住中日两国人民这样一种相互尊重，然后永不再战啊！我们要坚持和平外交，同时呢，又以经贸为主轴的这样一个友好外交。 这个整个的这个潮流，历史潮流不会改变。外界注意到，中联部部长刘建超近期在1月8号至13号访美6天，期间与美国各界广泛接触，并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刘建超结束行程回国后，工作安排十分密集。除了金山宪治，他还在同日与印度驻华大使罗国栋举行会见。刘建超部长呢，现在很明显的在这个外交领域呢，也不断的在发声，而且大家都觉得 他的这种很沉稳、很有力度，对中央政府现有的外交政策很准确的理解、贯彻和阐释，这个大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刘建超表示，中印关系改善有助于为两国加快发展营造良好周边外部环境，也有利于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方愿同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定位，不断加强14亿中国人民同14亿印度人民的交流对话，增信事宜，为双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环境。希望双方重视和照顾彼此核心关切，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相互成就，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团结。罗国栋表示，印中友好源远流长，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印方愿同中方一道，按照莫迪总理和习近平主席对双边关系的指引，求同存异，加强交流合作。分歧不是印中关系的主流，希望双方找到合作共处之道，携手向前，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并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罗国栋预祝中国人民春节快乐。印方经过过去这3年跟中方的互动，认识到对华搞脱钩断链是行不通的，对自己也百害而无一利。同
同时的话呢，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印度在通盘考虑这种国际形势和国内的政局变化的背景上面，更加积极主动地同中方互动、对话、交流，目的是多面下注吧。为自己未来的外交工作提供更多的回旋空间。近日，有外媒炒作称，印度外长苏杰生说，如不解决边境问题，印中关系难以正常发展。深圳卫视注意到，这句话实际上最初是苏杰生去年3月所说。10个月以来，中印就边境问题已经进行多轮沟通。在25号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吴谦大校在回应相关问题时，也再次强调，边境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印方坚持将边境事态与双边关系挂钩处理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合适的，不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加勒万河谷位于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中方一侧，相关事件完全是由于印方违背共识、单方面挑衅造成的，责任完全在印方。我们希望印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增进战略互信，妥处分歧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关于新一轮军长级会谈，我们将适时发布信息。针对近期有印度官员宣称，若边境和平可放松对中国投资审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近年来外界一直质疑印方对中国在印企业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和选择性执法背后有其他考量。如果有关报道属实，恰好证明外界的质疑不是空穴来风。毛宁还说，目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保持稳定，边境事态的解决进程不应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近日就中国一艘科考船向阳红03向马尔代夫政府施压，将其抹黑为间谍船，要求该国拒绝向阳红03停靠。但面对印度施压，马尔代夫方面表示拒绝，允许中国科考船向阳红03靠泊首都马累补给，并强调欢迎友好国家船只停靠。观察指出，印度方面长期将印度洋视为印度的洋，但实际上印度洋大部分都属于国际公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蓝建学对深圳卫视分析，今年中印关系或可能处于总体低水平运行、局部企稳回暖的状态。从印方的角度来看，近期它传递的这个信号比较多，有时候也呈现一种相互矛盾的状态。比如罗国栋大使是强调，分歧不是中印关系的主流，两国应该寻求这个互动、相互合作之道。当然，印度国内、印度政府在经贸投资、人员往来等方面又对中方搞所谓的安全审查和限制，所以我们是希望印方能够言行一致吧，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把两国关系带回正轨。深圳卫视注意到，上周刘建超还会见了朝鲜驻华大使李龙南。就是2023年的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顺利召开，明确了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外事布局。其中是充分肯定了18大以来我国对外工作的历史性成就。其中之一就是要全面运筹同各方关系，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在这一背景上面，刘建章部长会见驻华大使，应该是体现了这方面的工作安排。25号，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吴谦大校就台湾地区选举以来两岸局势多次答记者问。他指出，如果台独分裂势力突破红线，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吴谦强调，祖国统一，台湾当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以行动说话，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钢铁长城。吴谦还回应了美舰过航台海的问题。台湾永远不是一个国家，台独永远不可能成事儿，外部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永远不可能得逞。祖国统一，台湾当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以行动说话，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钢铁长城。25号下午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吴谦就关于台湾地区选举的提问回应称，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这次台湾地区2项选举结果显示，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对于美国一家智库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大陆隔离或封锁台湾的可能性大于武力统一，吴谦也进行了回应。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值得注意的是，24号美海军第7舰队费恩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还拿所谓航行自由说事。对此，解放军东部战区当天第一时间通过发言人谈话通报称，已组织兵力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近期美军频频实施挑衅行径，恶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在25号的国防部记者会上，吴谦也再次就美海军费恩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一事作出回应。无论是以台制华也好，还是以美谋独也罢，都将以失败而告终。在今天国防部记者会的现场，台湾问题是毫无疑问的焦点。大陆媒体、岛内媒体、香港媒体都有提问。我们也注意到，吴谦大校在回答时底气十足，非常淡定。他的回答有层次、有逻辑、有自信。他不仅是亮明态度，而是第一摆事实，列举台湾问题的法律文件和国际共识。那么第二呢，讲道理，充分论述当前的国际格局，点破美方干涉的居心。第三，亮态度，解放军继续组织常态军事行动，这是对待台湾问题的有力举措。条分缕析、层层递进，令人信服的背后，我们可以窥见在台海问题上我军见招拆招的能力和掌握主动权的大局。我想他主要的目的可能有2个吧。第一个就是说帮助民进党当局来，或者是说对台湾民众制造这样一个假象，就是说美国在保护台湾，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他的一个目的。第二个，其实我觉得也是有意来试探这个中国大陆方面的这个底线，这是一种挑衅的这个行为。另一边，在台湾地区选举后，美国方面正在接二连三派代表团赴台摸底。24号，美国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2名跨党派共同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马里奥·迪亚斯·巴拉特与民主党籍众议员阿米贝拉一行5人抵台，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也是该组织近年首次有2名共同主席率团访台。贝拉办公室表示，这次除了与民进党当局官员会面，还将接触台湾地区商界人士，以及探索进一步加强与台湾的经济和防务关系的机会。25号，蔡英文与之会面，他对国会台湾连线表示感谢，并宣称希望后者能加速推动双重税收减免法案的立法工作。深圳卫视注意到，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13号落幕，不到半个月内，美方已有多个代表团窜台，包括前国务次卿克拉奇率领的美台商业协会访问团，以及一个所谓资深代表团。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号曾警告称，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方式、任何借口干涉台湾事务，敦促美方务必认清台湾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和敏感性，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值得注意的是，立陶宛议会的一个组织也在日前窜访台湾，蔡英文宣称要与他们推动经贸与科技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下半年，立陶宛高层曾表示，民进党当初承诺的大量投资远没有到位，包括承诺2027年之前协助立陶宛企业生产芯片。有党内舆论认为，立陶宛议员抵台显然是想进一步捞取好处，但希望拉台湾企业赴立陶宛制造芯片的想法脱离现实。但美方代表团密集窜台，在明面上是支持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但背后也体现出美方的依赖论不断强化。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在台湾地区选举后首次回应时只说了一句话，那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与此同时，岛内的以美论也在不断升温。此外，针对去年下半年有美国智库学者呼吁赖清德一旦当选就推动冻结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但赖清德至今尚未表现出任何弹性和调整的空间。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索正东认为，如果赖清德在5月20号宣誓就职前没有对民进党台独党纲和新政府的两岸路线做出更清楚的表态，两岸关系难以达至互相谅解。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指出，在赖清德两岸政策没有调整之前，纵容欧美政客窜台，只会徒增台海危机的引爆点。在这样一个时刻，这些议员窜访台湾，其实他
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积累自己的这个政治资本，很多议员其实他把这种到台湾来访问作为一个宣扬的他的这个政治资本，就是跟台湾方面的这个关系密切来挑衅大陆。在这样一个这个行为之下，对两岸关系的这个发展，对台湾海峡的这个和平是有很大的这个挑战的。我想这些议员应该再去回头看一看2022年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窜访台湾，那时候大陆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应该要有一个最基本的这样一个判断不要这个误判了这个大陆方面的这个决心。近日，美国《纽约时报》援引台湾地区选前的一份民调称，不少岛内民众对美国的信心直线下降。对于台湾面临危机时，美国是否为值得信赖的伙伴，仅有30%受访者表示赞同，甚至不少网友直言，如果将台湾比作乘客，那么美国就是阴晴不定的司机，随时会弃车而走。这篇文章迅速引发舆论热议，也让外界把目光投向岛内的以美论。据台媒报道，以美论一词首次出现在2018年一篇岛内时评文章中。该文指出，美国实力不足以保护台湾，是世界上战乱的根源，是当时台湾社会相当主流的看法。随着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灾难性撤退，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方对乌援助日益疲软。同年，时任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台，引发大陆强烈军事外交反制，以及新冠疫情后美国经济复苏令人失望。这一系列事件更加助推了以美论在岛内舆论中持续升级发酵。而面对所谓协防台湾，更有网友直言，美国人希望我们购买更多武器，他们只是想要我们的钱，要我们的芯片。更重要的是，不少岛内民众已经发觉，美国所谓的国际影响力似乎所剩不多。本月15号，瑙鲁宣布与台当局断绝官方往来。24号，又有台媒披露，太平洋岛国图瓦卢也将在26号的内部选举结束后与台湾分道扬镳。而这些消息仅仅发生在台湾地区选举结束短短10天内。与以美论一样甚嚣尘上的还有美国政坛中卷起的依赖论。随着赖清德即将接棒蔡英文，美方越来越担忧，自称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可能会引爆台海危机。台湾地区选举结束当天，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时间表示不支持台独。无独有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美媒专访时，对于美方是否会继续协防台湾一事避而不谈，反而针对所谓台湾夺走美国半导体业务问题表达了不满。有观察者，如果将视角放得足够长远，台湾社会将更加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趋势：美方弃台考虑不仅真实存在，且随时有可能因国际局势和美国内部政局变动，从原本的预案变成执行方案。民进党选择台独只会是死路一条。以美论呢，它不是一天积累而成的，因为在蔡英文这个执政的这个8年当中，出来了很多这个出卖台湾民众利益的这个事情，导致这个岛内的这个民众产生了这样一种以美论的这个情绪。我想就是在赖清德上台之后，这个情绪一定还会再蔓延，一定会存在，因为他对美的这个政策肯定是配合美国打台湾牌，必然是要这个出卖或者说损害台湾民众的这样一个利益，这个就必然会再次激化这个以美论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情绪的上升。对于美军菲恩号驱逐舰在这个节骨眼上穿过台湾海峡，您作何解读？我认为美军菲恩号驱逐舰这个动作有2个看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这是美军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束不久之后第一次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二是作为世界头号霸主与海洋强国的美国，每天有那么多的军舰在全世界各大海域上航行，对此美军都没有对外通报，唯独菲恩号驱逐舰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在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官网上做了正式的公布。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美方的这一举动压根就不是为了维护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而是另有政治目的。我认为正是因为对美国的花花肠子了如指掌，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微信公众号的官方通报，才会将焦点重点对准了美军的公开炒作行为，而不仅仅是菲恩号驱逐舰穿越行为本身。也就是说，在解放军看来，美方这一行为之所以是属于挑衅行径，主要指的并不是军事层面，而是政治层面。其实深陷俄乌战事与中东乱局的拜登政府，
假如不想让台海局势节外生枝，就应该跟中方保持相向而行，而不是动不动就派军舰到台湾海峡来转一圈，以免向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发出错误的政治信号。而且在我看来，没有台独就不会有武统，就不会有台海战争。美方假如真的希望台海保持永久的和平稳定，那就应该采取实际行动，让民进党冻结台独党纲。那对于美国国会台湾连线主席民主党众议员贝拉和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巴拉特在选后再度窜访台湾一事，你又是如何看？其实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束之后，到赖清德520就职期间，除了美国国会中的台湾连线成员之外，包括众议院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在内的一大批挺台鹰派议员都将会到台湾一游，甚至是掀起一波前往台湾打卡的高潮。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美国即将举行总统大选与国会议员改选，在这个时候，谁在支持台湾问题上叫嚣的最凶，谁就能够引起媒体更多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会挺台派议员的这个行为有可能产生2大不良后果。其一是，对于台当局，尤其是对于赖清德来讲，肯定会将其看成是对台独的支持。这样一种做法，不仅会给务实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发出错误的政治信号，而且会跟拜登政府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态背道而驰，尤其是会对冲掉拜登政府为了让民进党冻结台独党纲而做出的努力。其二是，台当局，尤其是赖清德本人，借助这些挺台鹰派议员来为台独壮胆，有可能会导致玩火自焚，因为他们最终控制不了这些挺台鹰派议员的言行，就像蔡英文当局最终控制不了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登岛行为一样。而中国大陆已经将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列为了反独的首要任务，这就是在佩洛西登岛之后，大陆会举行围台军演的重要原因。因此，美国国会中的挺台派议员与台当局相互利用、相互玩火的行为，极有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台海局势当中最大的风险隐患。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急于稳定台海局势的拜登政府来讲，他们不仅要对务实台独工作者赖清德进行严加管束，同时还要约束好自己的国会议员，尤其是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共和党籍议员。欧盟委员会24号正式发布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包括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和敏感技术出口控制等。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并未点名任何国家，但外媒普遍把欧盟新动作与中国联系了起来。不过，在正式搬上台面供各国讨论之前，欧盟外交官已经坦言，相关计划是烫手山芋，实施起来会很困难。根据欧委会发布的新闻稿，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涵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贸易保护和产业战略4个核心领域。尤其在前2个领域，将推出详细的措施与规则，对涉及高科技领域的欧洲出口和双边投资施加更为严格的监控和限制，以阻止外国获取欧洲的所谓战略性资产。计划草案还特别关注具有军事用途的产品出口管制，指出欧盟机构将提议设立一个基金，用于促进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欧盟首次将安全与贸易关联起来，并提升到战略维度的文件。美国彭博社评论指出，欧盟此举是想强化其单一市场的影响力，来增强国际话语权。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竞争事务专员维斯塔格也强调所谓去风险。他说，在这场竞争中，欧洲不能仅仅是更大企业的游乐场，还需要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欧洲新闻电视台在报道中指出，欧委会此次提出的新举措没有法律效力，只是为了收集各成员国的反馈，而欧委会为该机制设想了一个漫长的公众咨询和证据收集路线图，至少要经过2年的谈判，这意味着该机制最早要到2027年底才能实施。尽管此次公布的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中没有提及中国，但不少外媒认为，这份文件与欧方去年提出的去风险保持一致，塑造中欧关系的意图明显。尤其是其中提到的机器人、生物技术以及航空航天等关键行业，都是竞争激烈的领域。
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接受彭博社采访时直言，欧盟这些措施主要针对中国。他表示，中国完全理解欧洲国家想要加强经济安全的愿望，但欧盟最近的举措有些过头了。傅聪反问，一切似乎都在损害欧盟的安全，但问题是界限画在哪里，边界在哪里，如何在经济和安全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也对欧盟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表示担忧。这事关欧盟在国际经贸领域的形象，更事关中国等各国企业对欧洲营商环境的信心。实际上，中欧优势互补，产业链合作根基深厚。代表在欧盟上千家中国企业的欧盟中国商会发声明称，调研显示，52%的受访中企对欧盟相关审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42%的受访企业对刚刚发布的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这些数据切实反映在欧中企对欧盟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发展的关切。去年欧元区经济处于衰退，全年仅增长0.6%，保护主义抬头十分明显。除了此前就存在的 5G 技术准入问题，还包括去年下半年提出的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等。针对欧方的反补贴调查只针对中国企业，而不包括美国和欧洲企业，傅聪批评欧盟故意将关键公司排除在调查之外。他抗议这样的调查不公平，可能破坏中欧双边关系。傅聪表示，欧盟对许多自己的企业提供补贴，如果中国采取与欧盟相同的做法，很多事情可能都要受到调查。随着这种去风险化的这个推进，它的这种尺度跟边界限在哪里？那么实际上在无论是欧洲经济安全战略，还是这次的这种细则性的文件，那么它都是有着很大的这个弹性跟这个未知数。那么如果这种弹性没有得到一个管控的话，那么去风险很可能朝着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去转移，那么给中欧经贸关系的整体的大盘子以及后续的未来发展产生很多不利的影响。近日，在欧洲政策中心举办的一场活动中，阿斯麦欧盟政府事务主管巴尔荣认为，欧洲没有必要参与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如果欧盟没想到这点，那他还活在梦幻之城。We haven't acknowledged that export controls has become an industrial policy instrument. 欧洲科技行业协会欧格林负责人罗汉也抱怨說，他所在行业的企業正面臨監管海嘯。And you cannot just regulate your way to economic security from a few office blocks in Brussels. We are very nervous that we are seeing an unprecedented shift to public intervention in our supply chains. 过去欧盟曾经是一个自由贸易的这种旗手，以及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的一个标杆。欧盟它在经济领域跟经济问题上越来越往将这种安全因素、政治因素进行一个泛化，朝着竞争以及这种地缘政治争夺的这个方向去转变。那么这种转变还是非常明显的。朝中社报道称，朝鲜导弹总局24号首次试射了正在开发中的火箭331新型战略巡航导弹，型号特别标示出31，透露出哪些玄机。而朝鲜方面动作频频，正是因为美国也不断火上浇油。近日，美国海军3艘核动力航空母舰正集结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来看看报道。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4号首次试射了正在开发中的火箭331新型战略巡航导弹。相关试射是朝鲜武器系统的不断更新过程，未对周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与地区局势无关。朝鲜官方报道并未提及发射地点、导弹飞行高度及轨迹等细节。不过，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24号上午7点探测到朝鲜发射巡航导弹，这是自去年9月2号以来，时隔约4个月，韩国再次发布朝方发射巡航导弹的消息。根据韩方消息，24号当天，韩军监视装备在平壤西部海域上空捕捉到了朝鲜巡航导弹沿圆形轨道飞行的场面。韩军推测，此番朝鲜试射的火箭331可能为远程战略巡航导弹箭矢系列的改良版。从朝中社发布的相关图片来看，火箭331的外形接近于箭矢1。据推测，箭矢1的最大射程为2000公里，短于箭矢2。而此次朝方发射的火箭331巡航导弹飞行距离短于历次发射的巡航导弹。此外，火箭331与现有箭矢系列导弹一样，能携带火箭31型战术核弹头，名称中的31可能
代表导弹携带火箭3.1，就是可以突破这个导弹防御系统，它可以在很低的这种空间，就是在它的雷达的这种探测之外飞行。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这一个。当然，另外顺带可能强调的一点就是，朝鲜主要是讲的还是它有这个自信，我的这个实验完全是在我可控的范围内。巡航导弹不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因此不属于联合国决议的制裁对象。但美韩坚决反对朝方研发巡航导弹，称其有可能用于战术核武器投弹。针对这次朝鲜试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正与美国情报单位密切分析相关数据。就朝鲜首次试射新型战略巡航导弹一事，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报道，希望各方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有意义的对话，均衡解决各自合理关切，推动早日实现半岛长治久安。外界注意到，半岛局势不断升温，与韩国总统尹锡悦2022年上台以来，主张对朝鲜采取强硬立场，多次联合美日在半岛附近展开军事联合演习不无关系。朝韩双方不断以强硬对强硬。本月15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下令拆除纪念2000年朝韩领导人峰会的统一门，还要求修改宪法，将韩国定义为主要敌人和永远的主要敌人。长期监测朝鲜局势的在线媒体 NK News 爆料称，23号平壤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高30米的统一门已经消失。因为这个朝鲜现在判断韩国政府，特别是尹锡悦政府，它是一个敌朝的这样一个政府，敌视朝鲜，动不动要讲终结这个朝鲜政权，同时呢，从这个武器上。军事能力建设啊，譬如说美韩联合军演要部署美国的战略资产和磋商机制等等。他认为呢，韩国呢也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正是这么干的。那你既然这么干，我还跟你谈什么统一啊？我还跟你谈什么对话、和解、合作呀？所以从朝鲜的角度呢，就是要清除和韩国对话、和解、合作的痕迹。而针对美日韩近期在济州岛举行大规模海上联合演习，朝鲜日前在以半岛东部水域进行海啸523水下核武器系统试验作为反制。不过，朝方并未公开更多细节，此次试验也未进行水下核爆炸。去年3月，朝鲜媒体首次披露海啸的核无人潜水攻击艇进行试验。海啸在80米至150米深度潜航约59个小时，最后到达假想敌人港口目标点爆炸。第2个月，海啸2型又进行了71小时1000千米的潜航试验，也爆炸成功。朝方称，海啸可在任何海岸、港口或用拖船投入作战，它的使命是隐秘潜航到作战水域，进行水下爆炸，造成超强力放射性海啸，破坏消灭敌人的军舰编队和主要作战港口。朝鲜的海啸523型，这个核武器，这款核武器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携带了核弹头完成了朝鲜的整个全维度完整体系的一个核力量建设。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也不断火上浇油。美国海军3艘核动力航空母舰正集结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指，去年11月以来，里根号返回日本横须贺港，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则于本月从新加坡起航，参加美日韩在济州岛举行的海上联演。而就在上周末，美军罕见再向这一区域派遣了罗斯福号航母。五角大楼证实，罗斯福号目前已经进入美海军第7舰队作战区域，现身日本东南方向的太平洋海域。美国海军第7舰队管辖作战区域覆盖朝鲜半岛。美国更多的也是象征性的，它是来仨航母，它也不是要打架的，它也不是要打仗的。我觉得主要还是对外释放个信号。接下来这个半岛局势升级啊，主要是看这个美韩的反应。朝鲜接下来这个在军事武器方面的试验，军事方面的调动，我觉得双方这种敌对的这种螺旋上升，这个首先从意图上，双方强对强，把对方当作敌人，同时呢，双方呢在军力布置上、武器发展上等等，包括联合军演，这些行为，这个呢会让局势进一步上升。
10天前，有消息称，俄军一架高价值的雄风 A50预警机和一架指挥机被乌军击落。24号再传出一架俄军1276运输机在边境遇袭坠毁的消息。据悉，飞机上搭载的65名乌军战俘及9名俄方人员全部遇难。事后，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应该对事件负责。近期接连有飞机被击落，对俄乌冲突走势有何影响？来看看报道。 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视频显示，俄罗斯当地时间1月24号约上午11时，一架飞机在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别尔哥罗德州亚波洛诺沃村附近径直下坠向地面，随后发生大爆炸。在视频结尾处，还能看到天空中还残留一股浓烟。目击者说，飞机从天上坠落之前已经发生了2次爆炸。 The second one was more audible. After that, we all ran outside. The engine was burning. It suddenly began to move down. It fell here behind the forest. Here is my house. It exploded behind the house, behind the forest. There was a very strong explosion.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发生事故的是俄军1276运输机，机上载有65名准备交换的被俘乌克兰军事人员，以及6名机组人员和3名随行人员。随后还公布了飞机上的65名战俘名单。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事发时俄方正运送这批战俘去与乌方进行交换。俄罗斯空天军的雷达数据显示，运输机是被乌军在100多公里以外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发射的2枚防空导弹击中。 Today, Kyiv committed a terrorist act. A Russian military transport aircraft was downed, flying from Kalovsky airfield to Belgorod to transport Ukrainian servicemen for exchange. 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前副防长卡尔加波洛夫称，飞机可能是被美制爱国者或德制 Iris-T 型防空导弹击落的。另一架载有约80名战俘的1276运输机在事故发生后已飞往别处。俄罗斯外交部也针对1276军用运输机在别尔哥罗德州坠毁一事发表声明。声明中指出，乌方很清楚地知道换俘一事，也知道被俘人员的行进路线和方式，对该飞机的袭击是有预谋的行为。声明中强调，俄方严厉谴责这一袭击行为。对此，乌克兰方面的说法大相径庭。乌通社和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援引乌克兰总参谋部消息人士的话称，这架飞机上装载了供 S-300防空系统使用的导弹。俄军此前多次使用 S-300导弹袭击哈尔科夫，暗示是导弹自爆导致飞机坠毁。 但乌克兰真理报在最初报道中引述乌军内部消息人士的话，证实是乌军击落了这架1276，但目前相关报道已被删除。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4号的说法，俄乌双方本应于当天交换被关押人员，但是交换没有进行。乌方不掌握在别尔哥罗德坠毁的1276运输机上的人员身份和数量等信息。乌方还表示，根据协议，这些俘虏应该由俄方确保安全，但俄方没有像以前一样通知乌方要保持相关空域的安全，而在交战区的30公里半径内都是不安全区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认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这份声明措辞十分谨慎。报道还指出，近期飞往俄罗斯别尔哥罗德机场的军用运输机数量增加，乌方持续监控。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张耀向深圳卫视分析认为，很有可能这架1276的遇袭与乌方误判有关。 明知是战俘还要故意去打落这飞机，可能也不大，很可能是乌方就是说，我们知道前阶段乌方一直在宣传自己的爱国者导弹可以远距离击落俄方战机那么他很可能也在雷达中捕捉到这一架巨型很大的雷达反射目标的一个战机他可能也认为就是这是俄方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军事行动那么就出动那个爱国者导弹等等进行了反击那么他可能一开始以为是个军事战果，后来发现是 战俘所以我们看到乌方的言论其实是他前后是有些反复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目前没有证实或否认俄罗斯的说法，但表示这是非常艰难的一天。他呼吁展开国际调查。 深圳卫视观察到，就在3周之前的1月3号，在阿联酋的调解下，俄罗斯和乌克兰首次交换被俘人员，各自释放了200多名战俘，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但这次1276被击落，将导致人道主义换球难以继续下去。这次事件以后，因为现在双方 都没有确切的调查结果，双方的舆论都还有些下不来台，所以我想短时间内可能对双方将继续交换战俘会有很大的一个消极作用那么短时间内我们会看不到，就是说双方会继续进行这种战俘交换的一个行动。联合国安理会决定于26号就此事进行公开讨论。目前正在联合国访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透露，这次紧急会议是由俄方发起。
俄乌冲突爆发已持续超700天，仍未见停火曙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张耀接受采访时表示，整体战局呈现焦灼态势，尤其是在双方对峙的区域，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弹药消耗战，但2024年的变量较大。双方不断的消耗人力物力这是可以想到。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变量，就是今年年底的一个美国大选。就是特朗普如果重返白宫的话，那么按照特朗普一贯的一个立场加上美国对情势的判断，我感觉就是说，今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可能会对俄乌战场的一个今后走向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朝中社25号官宣证实，朝鲜导弹总局前一天试射了正在研发的新型战略巡航导弹火箭331。那么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这已经是朝鲜方面进入到新年以来第2次进行导弹试射。11天前，朝鲜呢完成了首次采用固体燃料推进的中程弹道导弹试射。那么朝方宣称测试的是高超音速导弹。朝方昨天清晨进行的这个巡航导弹试射呢，是在西海方向进行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第一时间就已经监测到，并且推断呢，朝鲜方面发射的可能是箭矢系列的巡航导弹。那么这是朝方相当重视，并且在过去2年在不断提升战力的一款中远程的战略巡航导弹。朝中社最新的官宣证实了这一判断，强调呢，火箭矢331就是呢箭矢系列的升级版，目前呢仍然处于研发阶段，相关发射对周边地区不构成威胁等等。那么美联社就分析，在研的巡航导弹，它冠以战略之名，意味着有望加装核弹头。那么在研的这个导弹，它名称中的31呢，代表可携载火山31战术核弹头。此前朝鲜测试的箭矢1与箭矢2均可携带此款核弹头。而韩联社也分析指出，朝方此前已经多次对外强调，箭矢系列导弹就是针对韩国的战术核武器，并且呢已经进行过多轮的空中爆炸试验。因此箭矢系列巡航导弹再迎升级版的这种研发，韩方对此想必是压力山大的。韩国国防大学名誉教授全荣守，他昨天在接受韩联社采访时就已经明确警告，如果朝方发射的是箭矢系列中远程战略巡航导弹，将可能搭载战术核武，并且在低空来躲避拦截，这呢会对韩国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那随着朝中社的最新的确认，结合朝鲜方面去年底以来宣布放弃半岛统一目标，将韩国列为头号的敌对国，以及朝韩互不相让的一系列的军事动作，现在半岛紧张态势确实正在逼近临界点。1周前，朝中社还宣布进行了水下核武系统的试验，旨在强化海基战术核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也意味着朝鲜方面全面提升陆基、海基核打击能力的这种5倍的研发正在全面的提速。另据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爆料，针对朝鲜方面海啸523水下核武系统的试验，美军一架 RC-135的侦察机近日呢出现在釜山附近的空域，做相关核残留的捕捉探测。那么朝鲜方面最新巡航导弹的发射，会不会触发美军进一步的来强化探测，值得后续观察。美联社今天发自首尔的电稿就分析称，朝军最新的试射彰显朝鲜方面正在不断丰富武备库，它的攻击射程呢已经可以覆盖美军驻日本以及关岛的基地。那么由此看来呢，现在确实是半岛非常危险的一个时刻。我想这恐怕也是最近2位美国战略学者警告所谓半岛战争论引发巨大反响的一个原因所在。那么您对于半岛战争论是如何分析的？半岛形势会全面失控吗？最近美西方舆论场上，半岛战争论可以说是骤然升温，包括《纽约时报》、BBC、《华盛顿邮报》等等西方的主流媒体都有密集的报道。那么这很大程度上呢，是由卡林以及赫克这2位美国战略学者做最新战略研判所触发的。那么卡林呢，他是曾经在美国中情局以及美国国务院等政府机构服务半个世纪的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而赫克呢，他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核专家，曾经7次访问朝鲜，并且曾经参与朝鲜核项目的这个现场核查。据称他是
可能是唯一亲手拿起过朝方装在一个罐子里的核原料布的美国人。那么这2位学者11号在北纬38度网站发表论文，警告朝鲜可能正在进行所谓的战争准备。那么也就是他的论文标题以问句出现的所谓 "Preparing for War"。华盛顿邮报就分析称，这2位美国战略学者以所谓的温和派的支朝立场来著称，此时转轨做出战争的研判，意味着当下半岛的战争风险呢正在显著升级。但是呢，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正在纽约参加联大会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三他在联大的记者会上就指责美韩日3国正在以不断升级大规模的军演来强化对朝鲜的战争准备。俄罗斯外长把战备的这个指控直接又抛还给了美日韩3国。所以这样看来，如果半岛当下这样一种军事对抗升级、全面对峙加剧的这种恶性循环不被打破的话，朝鲜自身的安全关切得不到外部世界的有效呼应的话，那么半岛局势声控激化将会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俄罗斯一架大型军用运输机在俄乌边界坠毁，机上74人丧生。俄罗斯指责乌方利用西方军援导弹袭击，乌总统反指俄方拿乌战俘生命当儿戏。那么您对此事态有何观察？别列戈沃德州呢，毗邻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州，是俄罗斯本土离俄乌战场最近的一个州份，也是俄方向前线输送军火装备以及其他重要战略物资的一个主要的中转中心。那么，包括 CNN 在内的国际媒体都发布了流出的记录军机运输机它失控坠地之后燃爆升腾起巨大火球的决定性瞬间的画面。有当地目击者呢就声称，至少听到了2声爆炸的巨响。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就指责坠机系乌方攻击所致，由哈尔科夫州小镇利普西来发射攻击。那么当地呢，距俄罗斯军机坠毁地呢只有80公里。声明就称，俄军雷达探测到了这次发射。那么，俄罗斯杜马的国防委员会主席叫卡尔塔波诺夫，他呢更是明确指责乌军可能利用了美国援助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或者是德国援助的 IRIS-T 防空导弹来发动袭击。CNN 就称这是俄方一个重要指控，所谓 a significant allegation， 但是呢，并没有给出相关的证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回应是要求国际调查，以找到他声称的所谓事实铁证。那么泽连斯基也指责俄方拿乌克兰战俘的生命当儿戏。但是正如美国 CNBC 财经电视台所特别指出的，在周三早晨运输机坠毁的这个细节不断流出之后，基辅的第一反应实际上是沉默，之后才有乌克兰情报部门承认，当天确实有所谓的战俘交换行动计划。但是呢，乌方并没有像过去那样接到俄方就战俘运送时点的提前通报，来确保所谓的空域安全。而乌克兰情报部门也在强调，任何飞入到别列戈沃德州空域的俄军机都会是乌方的攻击对象。所以结合最新通报以及俄乌的反应来看，这次俄罗斯的军机坠毁大概率是乌方袭击。但是呢，如果这样一个推断坐实的话，那么对交战双方都堪称是巨大的一个挫败。那么就俄方而言，这当然意味着别州乃至俄罗斯本土空防的一个超级漏洞。俄罗斯国防部称，雷达监测到了乌方的导弹发射，那么为何做不出拦截反应呢？恰恰是在周三，就在军机坠毁前一刻，那么别州的州长还宣称，俄军拦截击落了一架乌军的攻击无人机。那么更不要提连出震动国际军情界的所谓俄军 A50遭遇猎捕事件了。乌军声称在亚速海上空击落了俄罗斯最先进的预警机，但是呢，俄罗斯国防部至今都没有做出回应。那对于乌克兰，当然也难言胜利，毕竟机上绝大多数都是乌方的战俘，而且呢，如果确实使用了美德军援的导弹，这实际上也违背了乌方此前的公开承诺，对来自美西方的军援导弹，那么乌方仅用于本土防御，不搞所谓的越境攻击。那在欧美对乌军援，或者因为国内的政治纷扰，或者因为成员国的阻挠而成断流之势的这个当下，
那么陷于战场僵局的乌克兰本来就已经在面对着痛苦的煎熬了。特朗普现在已经拿下了美国2个州的初选，而他早已经放话，自己上台24小时之内就能够解决俄乌纷争，再不会给乌克兰方面一分一毫的军事援助。那么乌方应该和俄罗斯来谈判，谈出停火的协议。那么这样一个最新的事件，会不会让特朗普再添口实啊？也不妨拭目以待。1月23号到25号，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5号，米尔基约耶夫访问深圳，重点了解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参观相关企业，推动乌兹别克斯坦与广东的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25号凌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乘专机从北京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这也是2024年首位访深的外国元首。当天上午，由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与贸易部主办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投资论坛在深圳开幕。来自中乌两国的政商界代表齐聚一堂，就深化落实中乌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切实加强地方间经贸往来，促进双向投资扩大开放等进行深入交流研讨。米尔基约耶夫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很高兴论坛在象征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深圳举行。近年来，乌中经贸关系蓬勃发展，在推动两国友好交往、互惠互利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乌兹别克斯坦正深入推进全面改革，加快制定完善各项政策文件和制度机制，致力于打造便利企业发展的优质营商环境。米尔基约耶夫说，中国著名哲学家老子曾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目前乌中全方位合作已经迈出坚实步伐，正在向着更加光明广阔的未来迈进。地方合作是强化乌中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全方位合作的重要引擎。我们愿与广东继续深化地方间交流，积极推进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合作，力争取得更多具有突破性的合作成果。当天下午，米尔基约耶夫一行参观了比亚迪深圳总部，详细了解了比亚迪旗下产品及技术。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为其送上礼物，交付了比亚迪在乌兹别克斯坦市场的第1万辆新能源汽车1辆仰望 U8。去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与贸易部与比亚迪签署在乌兹别克斯坦生产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及其零部件投资协议。根据协议，比亚迪将与乌兹别克斯坦国有控股汽车集团设立合资企业比亚迪乌兹别克斯坦工厂，生产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在比亚迪参观期间，米尔基约耶夫和王传福现场连线工厂前方举行的比亚迪乌兹别克斯坦工厂新能源汽车生产启动仪式。